滑肉为什么这么滑？关键在于用对淀粉以及下锅时对温度的控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，今天分享番茄滑肉的做法。做滑肉的淀粉既不能是玉米淀粉，也不能是土豆淀粉，它只能用红薯淀粉。但是水和淀粉的比例非常关键，碗中加入红薯淀粉50克，准备清水也是50克。清水少量多次的放入碗中，一边加一边抓，把红薯淀粉慢慢的化开。水多了加粉，粉多了加水，大概比例1:1是不会错的。最终要形成这种酸奶的状态，才能包裹住肉片，形成厚芡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梅花肉，我们改刀把它切成小片，它肥瘦相间，有大理石一样的花纹。大厨，什么是梅花肉啊？可不可以用其他的肉呢？梅花肉是猪的上肩肉，大约这个位置，久煮不老，特别嫩。做滑肉选材特别宽泛，用五花肉、后腿肉、里脊肉都可以，无论什么肉做出来都很滑，差别在于嚼起来嫩不嫩。全部切好后，一共大约300克，把肉放入大盘里面。腌制滑肉千万不能加料酒，因为滑肉包裹淀粉特别厚，加料酒腌制会发不出来，会有酸味和酒味。最好使用葱姜水，碗中加入姜蓉和葱段，加入小半碗清水。接着我们用手把葱姜用力的抓捏一会儿，尽量挤出它们的汁水，一直抓捏到水变成绿色了，然后浸泡10分钟，用漏勺过滤一下。接着把葱姜挤一下，我们就得到了干净的葱姜水，就可以开始腌肉了。潮装肉的盘中加入盐1.5克。然后加入1勺量的特级生抽以及2勺量的葱姜水。接着我们用手不断的抓捏，把所有调味品抓匀，让肉片把葱姜水全部吸收进去。充分抓匀后，先放一旁腌制至少20分钟的时间。等待腌制的时间，我们准备2个番茄，把它们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，把它们放在案板上，分别在每个番茄的头顶上都切上10字花刀，这样做形成缺口，可以方便下一步番茄脱皮。全部处理完毕后，再把切好的番茄放入一个大盆里面，接着我们朝碗中浇上一壶开水，把它们烫一下。因为开水没有完全没过番茄，我们需要把西红柿翻个面，把它们两边都烫一下，大约烫个1分钟。烫到西红柿表皮发皱，就迅速把它们都捞出来，然后放在案板上，从切口处开始撕皮。烫过的西红柿皮非常的松，轻轻一拉就分离。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撕，不到30秒的时间，我们就把所有西红柿的皮全部去除干净了。这个大一点的西红柿呢，用来切块，先把西红柿1分为2，再1分为4，然后斜刀从侧面切掉根部和白色的硬心，再把每片西红柿按照三角形的切法，把它们改刀切成小块，最后把它们连同案板上的汁水一起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另外一个比较小的西红柿也用同样的方法处理，切4瓣，挖去硬心，再把它们随意的切成片。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把它们切成小碎丁，全部做细后，我们还是连同案板上的汁水一起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准备打理菜，1包黄色的金针菇，用刀切掉根部，再把它们清洗干净，并同时抓散。清洗干净后，先沥水备用。接着准备适量的娃娃菜，清洗干净后，用手一片一片的把叶子掰下来，它的表面上有一些黑点，这是因为它是有机的，多多少少都不会很完美，影响美观但不影响食用。全部撕好后，把根部修整一下，再用刀把叶子部分和梗子部分切开，再把叶子部分撕小一点。全部处理完毕后，我们把撕好的叶子先放这个盘中备用。接着我们把处理干净的白菜梗子斜刀片成薄片。大厨，为什么要斜刀片白菜梗呢？当然是为了更容易成熟，也更好的入味嘛。全部片好后，也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最后准备一点姜丝、葱段和蒜末。接下来我们先把打理菜预处理一下，起锅烧水，加入点盐入个底味。水开后，下入全部的白菜梗，烫个30秒，断生即可。差不多锅中水再次沸腾，就可以把它们全部捞出来，放一盘沥水备用。锅中的水继续加热，下入全部的金针菇，把它们烫熟。焯水可以减少金针菇的异味和酸味。水开后再煮30秒，然后捞出来清洗干净，把水沥一下，然后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下一步准备一口砂锅，把焯过水的白菜垫在底下，再把叶子部分也放进去，均匀的铺开，摆放整齐后，我们再把金针菇放进来，也均匀的铺开，摆放整齐。下一步另起一锅，起锅烧水，加热的同时，我们把红薯淀粉糊重新搅匀，然后倒入肉片里面，经过一段时间浸泡，这个糊完全没有颗粒。接着我们用手把肉片和红薯糊一起抓匀，让它们紧紧的包裹住所有的肉片。充分抓匀后，锅中的水也开了，
我们先把火调到最小，让汤汁保持微微沸腾的状态。剧烈沸腾的话，会造成肉片脱芡。然后我们抓起肉片，依次放入锅里面，每次放肉片的地方尽量错开一下，让它们受热均匀。表面的淀粉可以发生糊化反应，加入肉片，汤的温度会下降。大厨如何避免肉片发生脱芡呀？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水温，汤的温度不能低于85度，低于这个温度，肉片表面的淀粉不会发生糊化，反而会溶解在水里面。汤的温度不够，就不要下入新的肉片。肉片太多了，我们分2次处理，下完全部的肉片。肉片下锅后，先不要动它们，立刻调成大火，把汤煮沸，煮个10来秒，再用勺子推动一下，让它们受热均匀。等肉片全部变色了，会漂浮在水面，同时水也沸腾了，就可以关火，用漏勺把煮好的肉片逐一捞出来，无需担心它们没有熟，因为待会还会加热。捞熟干净后，我们还是采用同样的方法，煮沸后调最小火，把剩下的肉片一片接一片的放入锅中，只要煮到全部变色，并同时浮起来就可以了。用漏勺把它们全部捞出来，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下一步，把锅洗净擦干。我们朝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，最好是玉米油、花生油，油温4成左右。先下入全部的小葱段和生姜丝，用小火慢炸，炸出它们的香味，融进油里面。注意观察一下火候，千万别炸糊了。小葱没有生姜耐炸，它们会提前炸好。只要小葱被炸成茶叶的颜色，我们就需要用筷子把它们优先夹出来，炸过了就会变苦。生姜丝炸成焦黄，明显炸干了水分，也用筷子把它们都夹出来。把锅完全捞干净以后，锅中的油继续开小火加热，油温4、5成，下入全部的蒜末，用小火不断的煸炒，先把它们爆香。这个蒜末下锅前最好把它们清洗一下，炒的时候才不容易变糊发苦。一直煸炒到蒜末变得微微焦黄，散发出浓郁的香味，我们就立刻下入全部的番茄碎，用中小火先翻炒1分钟。我们采用一边翻炒一边按压的方式，把番茄炒碎、炒出沙。等锅中的番茄炒成糊状，再倒入全部的大块的番茄，开大火翻炒20秒，把它们炒到8分熟，就可以朝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，开水的量要刚好没过全部番茄即可。加完开水后，就可以一边加热一边调味了。根据个人口味，加入适量的盐，再加入一点点的白糖，最后加入少量的胡椒粉，然后开大火煮沸。顺便把专门打理菜的砂锅也开小火加热，接着把煮好的番茄汤倒入砂锅里面，然后用筷子把锅中的食材整理平整，最后我们在表面均匀的铺上全部的滑肉，转中火把砂锅煮到沸腾。白菜的叶子特别容易熟，只要砂锅煮沸了它就熟了。最后尝一下咸淡，看是否需要补充点盐，没有问题后就可以关火上桌开吃了。一道番茄味十足又嫩又滑的番茄滑肉就完成了。天冷的时候一边加热一边吃特别过瘾，汤汁泡米饭也特别香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